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又到了吃冬瓜的季節。今天冬瓜搭配雞蛋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家常菜。首先準備一小塊冬瓜，削掉外皮。冬瓜的全身都是寶，冬瓜皮也不要直接扔了，清洗乾淨可以用來煮水喝，有清熱利水的功效，千萬不要浪費了哦。把去完皮的冬瓜清洗乾淨，然後再簡單的改下刀。首先把冬瓜切成4等份，中間的瓜瓤我們一定要處理一下，因為含水量特別重，放在一起炒的話軟塌塌的，而且很容易出湯。這種冬瓜我們稱之為海南冬瓜，價格還是有點小貴，我們這邊1元1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呢？把洗好的冬瓜切成1公分左右的大厚片，然後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長條。不喜歡切小條的也可以切成大片，但是一定要切厚一些，因為冬瓜的含水量達到80%以上。切太小的話，在煮制的過程中很容易碎，那樣做出来的成品不美觀，吃起來口感不好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小把腐竹，剪成小長段。我們最好挑選這種顏色金黃、看起來有光澤的。這種腐竹豆香味濃郁，加入小半勺食鹽，可以加速腐竹的泡花。倒入30度左右的溫水浸泡10分鐘左右，也可以提前用涼水浸泡半個小時。準備幾枚新鮮的雞蛋，打在碗中。今天的雞蛋不需要攪散。準備一小塊前腿肉，切成薄片。冬瓜裡面加入一些肉片，吃起來都有肉的鮮香味，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塊就可以。我們最好挑選前腿肉或者是里脊肉，因為這2個部位的肉特別的鮮嫩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簡單醃制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生抽，小半勺的蠔油，加入胡椒粉去腥提鮮。關鍵點，我們要加入準備好的蔥薑水，這裡千萬不能加料酒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只有把肉吸足了水分，在炒制的過程中就不容易发柴发硬。加入小半勺玉米淀粉或者是紅薯淀粉，充分的抓拌均匀。淀粉是给肉片起個保護的作用。平常我們醃制牛肉也可以用這種方法，加入少許食用油鎖住水分。現在的腐竹也已經浸泡好了，每一根腐竹都吸足了水分。用溫水浸泡腐竹還可以去除豆腥味，用力擰乾水分，盡可能的擰乾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加入一些香菇。首先把香菇腿剪下來，洗淨的香菇直接切成厚薄均匀的片。香菇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不管是用來作為主菜還是配菜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準備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我們把香蔥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切好放在盤中。不喜歡吃香蔥也可以用韭菜來替代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起鍋加入菜籽油，油熱之後把雞蛋倒在鍋中。其實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個人的喜好，喜歡吃雞蛋的也可以多打幾個。底部定型之後，稍微放動一下鍋，把火調到最小，蓋上鍋蓋，利用鍋中的餘溫把蛋黃燜熟。大約2分鐘左右，我們把雞蛋翻過來煎另外一面。我們要把雞蛋煎熟，煎出香味，煎至外酥裡嫩，這個時候的雞蛋看起來就特別有食慾。接下來切成小塊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入味，同時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
鍋裡面的油不應倒掉。接下來把冬瓜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冬瓜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香味。整個過程大約要2分鐘左右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防止冬瓜粘鍋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蔥薑蒜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冬瓜炒出蒜香味。接着把切好的雞蛋直接倒在鍋裡，接下來加入切好的香菇片，接着往鍋中倒入1大碗的開水。冬瓜要好吃入味，我們一定要燜煮一下。接下來把醃製好的肉片一片一片的下在鍋中，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鮮，加入生抽上色提味，小半勺的食鹽入下底味，然後再加入松茸鮮，稍微翻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腐竹倒在鍋中，用筷子整理一下，使腐竹完全浸泡在湯汁裡面，蓋上鍋蓋，再次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所有的食材完美的融合，把冬瓜充分的煮至軟爛入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最後加入切好的蔥段，完美出鍋。有條件的準備一個砂鍋提前燒熱，因為砂鍋不僅可以保溫，同時燜出來的食材還有一種特殊的香味。冬瓜、雞蛋、肉片、香菇以及腐竹這幾種食材完美的融合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整道菜鹹鮮適口，味道濃郁卻不膩口，口感豐富有層次，葷素搭配營養均衡，沒有加辣椒，老人小孩都適合吃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好好吃飯，認真生活。我是煙火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